如果你想做潘纳托尼，但是又感觉很复杂，怕自己做不好，那么你一定要试试这个5分钟就能完成的潘纳托尼松饼，真的是有手就会。总共就3步：称重、混合、烘烤，轻轻松松搞定一盘气氛小点心。先把所有干性材料放在一起拌匀，面粉、泡打粉、海盐、糖、奶粉，面粉要过筛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再把所有液体材料放在一起拌匀，牛奶、酸奶或者酸奶油、鸡蛋、玉米油。这里最好是放酸奶油，如果没有酸奶油的话，可以放1半的酸奶和1半的淡奶油。如果淡奶油也没有的话，那全部放酸奶也可以。然后把混合好的液体材料倒入到粉类里，搅拌均匀。再加入香草膏，如果没有香草膏的话，就加入香草籽或者香草精。再准备一些果干和巧克力，随意搭配就好。我这里有橙皮丁、蔓越莓、葡萄干，放在搅拌好的面糊里，轻轻拌匀就完成了。看我没有说错吧？真的有手就会，特别简单。拌匀好以后盖上保鲜膜，让这个面糊在室温下松弛30分钟，这样是为了松弛面筋，烤出来的松饼也会更松软。然后有一个步骤在前边搅拌的时候我忘记了，就是可以再擦一些柠檬皮屑和橙皮屑，可以增加果香味儿，所以我就松弛好以后再加入了。反正挤在杯子之前也是要轻轻再搅拌一下的。然后就把面糊倒在裱花袋里，给它挤在纸杯里，差不多是7、8分满的样子。这个配方一共可以做6个。如果有珍珠糖的话，表面再撒一些珍珠糖，珍珠糖可以稍微多撒一点，因为有一些烤完以后会融化。然后再撒一层糖粉，珍珠糖烤完以后表面会形成一层脆壳，跟潘纳托尼面包那个口感差不多，就是有一点不太好的地方，就是稍微有点甜。没有珍珠糖也可以撒一层杏仁片，然后上面再撒上糖粉。杏仁片撒糖粉烤完以后也是脆的，吃着还挺香的，也不会太甜，就是最后成品的效果看上去没有珍珠糖更像潘纳托尼。然后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，先用210度烤5到10分钟，然后再转170或者180度烤15到18分钟左右。因为我放的比较靠下，离发热管比较远，所以我是先用210度烤了10分钟，然后又转180度烤了15分钟。用牙签插一下，没有面糊带出来就说明熟了。可以看到这个撒了珍珠糖的表面有一层脆壳，跟潘纳托尼真的还挺像的。这个是杏仁片的，可能把杏仁片切碎一点，最后效果会更好一些吧，你们可以试一试哈。放了50克糖，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减一点，因为果干也都是甜的，但是减太多吧，我又怕这个蛋糕烤出来就不会那么大了。因为糖在甜品中的作用还挺多的，它不光是增加甜味，还可以保湿，还可以帮助糕点膨胀的更好，还有防腐作用，还能突出奶香味。糖加少了，奶香味也会减弱。如果有海藻糖的话，也可以再替换一些海藻糖。这个松饼掰开以后非常的松软，里边有丰富的果干和巧克力，这些果干自然的甜味为松饼增添了层次感。咬一口呢，还能感受到水果的清香，一口下去，这个表面的脆壳与柔软的内心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真的让人有一种惊喜的美味。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做法真的不难，你们也试试看吧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哟。